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国土被南海分割成东西两部分。马来一词源自于梵文，可译为群山之地。这个词由古代的印度商人所采用，指称马来半岛。人类在马来半岛栖息最古老的证据可追溯到距今4000年前。某些人类学家支持原生马来人源自于今天中国云南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原生马来人遭遇次生马来人，原生马来人被迫迁往内陆。次生马来人的祖源部分来自于柬埔寨与越南的占族，这些次生马来人是半岛上第一个使用铁器的人群，也是马来人的直接祖先。华人与印度人在2世纪与3世纪在此区域建立了许多贸易港与城镇。当时华人是纯粹为经商而来，但是印度人不同，他们先后建立了许多印度化的王国。已知最早在现今马来西亚地区建国的是琅琊丘，其领土包括今马来半岛东岸的北大年以东和东北地区。到了7世纪中叶，苏门答腊岛上的斯里佛士王朝崛起，它是第一个势力范围波及到整个马来群岛的王国。到10世纪之后，它与爪哇的一系列战争导致了国力的衰弱。进入11世纪之后，伊斯兰教开始影响马来半岛。约公元1400年，斯里佛士巨港城的王子拜里米苏拉因不向满者伯夷国王朝贡，而被满者伯夷的军队赶出了巨港。拜里米苏拉便带领部队逃到了新加坡。到了新加坡之后，拜里米苏拉受到酋长的热烈欢迎，但不久，拜里米苏拉为了占领新加坡，便把当地的酋长赐死。这事件立即引起新罗的不满。拜里米苏拉在北上途中，在一棵马拉加树下休息时，看见一条猎狗将一只小属鹿逼到了绝境。小属鹿之后将狗踢进了河里。拜里米苏拉觉得这是一块吉祥之地，于是将此地命名为马拉加，马拉加就是现今的马六甲。15世纪时，马六甲王朝与明王朝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马六甲王朝第4代国王继承王位后，伊斯兰教沿着苏门答腊和爪哇各港口迅速传播开来。在他统治之下，马六甲苏丹王朝成为该地区的霸主。当马六甲一跃成为地方霸主之时，明朝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之后，马六甲王朝逐渐摆脱明帝国的影响。此时，葡萄牙人的脚步已经来到印度洋。公元1509年，葡萄牙人到达马六甲，并遭到当地人的猛烈袭击。这场战争让葡萄牙人认识到必须先占领马六甲河上的大桥，这是马六甲城的咽喉之地。3年后，葡萄牙人发动了第一次攻击。由于没有掌握潮水起落的时间，葡萄牙人被迫选择撤退。1个月后，葡萄牙人成功占领了大桥。马六甲国王见大势已去，丢下了富甲一方的马六甲城。马六甲围城之战以葡萄牙人的胜利而告终。攻陷马六甲城后，葡萄牙人进行了屠城。马六甲的统治消失后，马来群岛分裂为众多的小国家。马六甲苏丹王朝最后一位国王的儿子则趁机逃到了马来半岛南端的民丹岛，并在那里建立了柔佛苏丹王朝。公元1535年，葡萄牙征服者趁着柔佛苏丹王国立足未稳之际，在勒邦河之战中摧毁了柔佛人建立的新都。之后，柔佛王国一方面不断与苏门答腊上兴起的雅齐王国交战，另一方面又继续与葡萄牙殖民者进行交战。战争大约持续了1个世纪。雅齐苏丹国的势力不久延伸到苏门答腊与马来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为了避免该国的势力做大，柔佛王国不惜默许马来西亚北部的土著势力帮助葡萄牙人去进攻雅齐王国。其后，雅齐苏丹国发兵进攻了葡萄牙人占领的马六甲。到了17世纪初叶，荷兰英国势力侵入马来半岛。17世纪中期，葡萄牙与荷兰争夺东南亚香料贸易的矛盾日益尖锐，双方为扩大各自势力范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荷兰联合柔佛王国清除了葡萄牙在马来半岛的侵略势力。
在荷兰的支持下，柔佛王国的国势一度转强。公元1673年，柔佛王国遭受苏门答腊岛上的赞比的入侵，其后马哈茂德苏丹被人暗杀，从此柔佛政权落入首相之手。其后柔佛王国的领土被划入荷兰的势力范围。公元1824年，柔佛王国把新加坡割让给英国。公元1914年，英国与柔佛修改了1885年条约，将驻柔佛的代理官改为驻扎官，自此柔佛的实权均掌握在英国殖民者手中。柔佛的覆灭在马来半岛上留下了一个权力的真空。暹罗的大长王国趁机将北部5个马来国家变成自己的属国。英国占领印度之后，英国开始逐步向东南亚的海峡地区扩张。18世纪，欧洲增加了对马来亚的高质量新的需求，锌矿和金矿及其附属工业的发展，导致了第一批外来移民涌入马来人的世界。一开始是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后来则是华人。华人很快掌控了经济活动。公元1824年，英国与荷兰签署了英荷条约，最终确立了英国对马来亚的霸权，同时也决定了当代马来西亚的雏形。公元1896年7月5日，彭亨、雪兰莪、雷霆与森美兰合组为马来联邦，接受英国保护。在联邦成立之前，一些邦就已经引入了代议制的模式。马来联邦成立后，权力集中在英国总驻扎官手中。此外，马来联邦还设置统治者会议、驻扎官会议、联邦参议会。1927年，联邦参议会改组为联邦议会。每个邦平均有个相对独立的政府，由苏丹、英国驻扎官和顾问及一个邦的参议会组成。参议会改组后，会议通过的每个法案都需要经过4个统治者分别签署才能生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2个月之内就占领了马来亚。日本人之后树立了有限的马来民族主义，这使得日本人在马来管理机构和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宣布成立马来亚联邦，新加坡则仍由英国管制。这个计划遭到马来人的强烈反对，因为它削弱马来统治者的地位，而且将公民权赋予了马来西亚的华人与少数民族。根据白皮书，各邦苏丹与州政府权力被剥夺，所有法律均需由总督做最后的决定，原有各邦政府也不复存在。白皮书发表以后，立即引起马来亚各民族的反对。马来人首先于1946年3月组成乌人联合统一机构，简称乌统。同年8月，马来亚的印度人成立了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到1949年2月，华侨成立了马来亚华人工会，简称马华工会。1952年，乌统与马华工会成立华乌联盟。到1955年，马印国大党也加入联盟，改称为华乌印联盟。面临马来人的强烈反对，英国放弃平等公民权的计划，只留下新加坡为皇家殖民地。根据新协定，英国对马来亚的国防和外交具有控制权，而各州苏丹则保留司法与特赦权。在1955年和1956年，乌统、马华工会、印度人国大党和英国共同制定了一部宪法草案，承认所有民族享有平等的公民权。之后，华人工会同意国家元首由马来亚苏丹轮流担任，马来语作为官方的语言。1957年8月30日半夜，马来亚联合邦正式获得独立。在马来西亚独立之时，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橡胶、锡和棕榈油的重要出产国。在1970年，马来西亚有 75%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是马来人。当时大多数马来人在农庄工作。为了克服贫困，马来西亚政府将25万马来人移居到新开辟的农业区工作，并在农村开辟自由贸易区来创造新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的10年，马来西亚国民富裕程度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仅次于新加坡和文莱。2003年10月，马哈蒂尔正式卸任首相职务。
马哈蒂尔在职长达22年，他也是马来西亚在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在马哈蒂尔的领导之下，马来西亚从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转变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马哈蒂尔因此被称为马来西亚的现代化之父。2008年3月，国民阵线失去了2/3的多数席位。马哈蒂尔的副手阿卜杜拉由于遭到乌统高层的压力，他提前宣布让位，他的副手纳吉布因此成为第6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任内卷入贪腐丑闻，引发马来西亚社会的哗然。最后，纳吉布在第14届马来西亚大选中失败。之后，时年93岁的马哈蒂尔再次成为马来西亚的首相。希望联盟获得大选后，马哈蒂尔承诺会在2年内交权给安瓦尔。与此同时，公正党分裂成2大势力。安瓦尔的派系要求马哈蒂尔尽快公布退位日期，阿兹敏派系则支持马哈蒂尔继续担任马来西亚总理。最终，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同意任命前副总理穆希丁·雅辛为新任总理。然而，穆希丁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充满争议。随后，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宣布接受穆希丁的辞呈，并在该月委任乌统的副主席为马来西亚的第9任首相。直到安华被任命为第10任首相，马来西亚才走出危机。